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梅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伊娃秀。今天呢，我来到了新加坡的 Raffles Hotel， 其中的3楼。我先不要说这间公司的名字啊，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希望导播 key 他们的这个里面的店面的情况。其实我讲店面，我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呢，我觉得这里有点像艺术殿堂。啊，摆了这个很漂亮的台湾的蝴蝶兰，然后一张非常朴实的长木桌，然后呢几棵树啊，然后一辆脚踏车，然后一位笑容可掬的老板，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品牌形象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么从品牌，很多人讲品牌做得好，钱就滚滚进来。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品牌做得好，这个社会就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面。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就是 Sunny Ho 的这个老板呢，他们的 GM， 他的中文叫李顺安，英文叫 Damien。OK， 品牌名字要发对。我看了导播给我了一份资料啊，你们在2008年品牌建立，对，然后2009年正式开始宅配销售，然后呢，到了2013年在日本东京南青山就有了门市，对吗？哇，你们的发展速度真快！我们可以回到最原始的时候的故事，好吗？可以。可能有人说你讲半天到底在卖什么？哈，你可不可以自己告诉人家，我们到底在输送一个什么样的美好人生？好，大家好，我名字叫 Damien。那我们现在做的维热山丘Sunny就做一个很单纯的，你可以说非常 humble 一个凤梨酥 pineapple cake。你听到没有？凤梨酥还有 humble 的，谦虚的凤梨酥。哇，看它也确实很 humble 哈。那个白色的包装，而且是有一点透明的，直接就让你看到它原始的风貌。然后上面有辆脚踏车，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听你的故事。你可以讲一下吗？当初的怎么样缘起？其实维热山丘是2008年那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只是要帮助弟弟是农民，然后帮助几个邻居，然后就从帮助几个邻居到现在帮助超过1000个农民来采购，直接采购凤梨做凤梨酥。我听说你们采购这个凤梨酥完全不会根据天气，不会根据收成，不会根据当时的市价，一直坚持给他们最好的这个价钱，是吗？从帮助几个邻居到帮助好几百个农民在八卦山，到现在跟超过1000个农民直接合作，到现在这5年。我们的合约跟农民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做法直接跟农民也没有改变，就是说跟农民直接采收，然后定个价钱，不管市场上的价钱降多少，我们也是保持我们原来的合约的价钱来去跟他们采收。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因为这个变成整个公司、整个品牌的一个推动力。我们将来也想继续这样做。虽然是你跟超过1000个，你可以说供应商一些 supplier 来直接合作，有一点复杂。不过我们总之觉得这个复杂度是值得去投资的。那你这个偶然怎么进去呢？你的元素，而且他们3个是台湾人，对吗？那您是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人。哇，这个线是怎么牵的？因为Michael 就是有一个是农民嘛，有一个是糕饼师傅，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电子业的上市的 chairman， 上市老板，所以他来支持他们，所以我之前已经认识 Michael， 因为我是电子业出来的，所以他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然后他一开始就有一个梦。说我要创作一个国际化的品牌，人生要有一个目的嘛，所以他觉得如果可以创作一个
国际化的品牌，而且可以帮到很多农民，他就觉得这个很值得投资精神的目的。那我听了这个，当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呦，我这个朋友已经疯掉了。电子业老板要做糕饼，生意怎么做？不过就观察1年，那时候他计划要跟农民采购凤梨的价钱，然后跟他签合约，要怎么跟他们合作，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然后那1年，我就每个月回去台湾的时候，就会去南投3个月，是去看一下，观察一下。那个气氛真的令人很感动。他就有这个国际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去谈下去，我怎么可以帮到这个品牌，帮到这个公司，是跨国际化。哇，你观察了大概多久？观察了1年半吧。1年半。人生第6个月就是看他有没有疯掉了。就他没疯，越活越精神。很精神，非常精神。结果你就愿意投进去，对吗？对。什么一个刹那，一定有一个机缘。就是你怎么样看？你说哦，对了。这也是我想要的。我相信他感动你，从一开始就感动你，对，感动到你觉得他疯掉，然后到后来你也愿意参与这个你本来觉得很疯狂之旅哦。对，一定有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件事，你觉得对了，那就对了，然后你投入。对，那是什么事情？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我那时候也是。电子业做了很久，已经16、17年了。是。然后到一个地步，大家都想要找一份工作。你不用想到退休的。如果可以找到这样的工作或者这样的工作环境，就太完美，不用退休。我们李光耀一直在说，不用退休啊，做到。对，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有一种观念，不需要退休。这对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这种企业，你可以做生意，而且可以帮到很多人，然后整个 supply chain 全部都是 win-win， 真的太棒了。是。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一个决定，说好，那我怎么做这个改变，蛮大的改变，从电子业做成一个做糕饼的店，真的蛮大的改变。可是我觉得这个改变里面可能只是一种表象的改变，但你心里是有那个跟这个 Humble 的凤梨酥一样的元素，对，要不然你不可能会投入的，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回去，那时候大概每个月都去台湾，然后去南投3个月那边。跟所有的凤梨农民接触，然后看他们怎么做，然后帮他们怎么做。你现在会吗？你会做哇！原来做凤梨酥虽然那么单纯还要老师傅指导，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做得出来好吃的。等一下我要来考你一下，怎么样做凤梨酥？不过等一下要考试，但是我想谈那辆脚踏车，因为进到你这个所谓的艺术殿堂里面看到的是很明确的一辆脚踏车。这个脚踏车是指农民骑着脚踏车去凤梨田里面种植凤梨，还是什么？我感受不到它故事，还是你们4个人都是喜欢骑脚踏车的？一开始的时候，弟弟跟哥哥说，台湾的那个做糕饼业太竞争了，我们要做一个品牌出来。怎么做一个品牌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找一个顾问来帮我们设这个品牌。然后这顾问是欧美O&M 的以前香港的 MD， 他退休了，然后他现在只是做 consultant。他来帮我们设这个品牌的形象。他设的一个脚踏车在我们的品牌，给我们回想到我们原来开始那一时代。那一时代是2008跟2009，就是刚过 Lehman Brothers 倒闭，然后金融那时候人心惶惶。对，人心惶惶。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都很难相信。那么大的公司也可以倒闭，对，那什么可以相信的？对，特别电子业，那时候我在电子业，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嘛，都放很长假，那长假做什么？有很多人那时候就开始回想到最重要是什么 ？What's most important？ 还是身体健康啊，亲好朋友啊，是back to the basic。对 ，back to basics。
所以给我们想回到这个公司开始的时代是这样开始的。是。然后那个脚踏车是其实那时候连我也是常常都搭脚车，然后在台湾我听说在淡水啊，大家都在搭脚车骑脚踏车。然后八卦山五日山就是从八卦山那边开始的。然后八卦山在台湾是一个很当地的旅行点，给人家骑脚踏车的。所以其实这个脚踏车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深入的一个 icon， 一个 symbol。是。对。你很难想象凤梨酥上面放着一辆脚踏车。真的，我觉得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吃进去以后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因为它会在你吃的整个过程里面要有一些思考出来，对吗？这是现代人必须要有的。那么待会儿我们就来谈一谈他们在品牌这个道路上到底做了哪些坚持，他们到底有没有妥协的地方，我很想跟他挑战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品牌走到一半，为了现实都会转弯，他是不是一个转弯的人呢？我们一会儿广告后再见。左边这个就是哥哥是要帮弟弟是做马那一个，那弟弟是农民，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堂弟就是站在球上那个，然后他们三个就找到叔叔烘焙叔叔，就是你可以看到戴那个烘焙师傅的帽子，就是烘焙师傅了。这四个是维乐39的创办人。Damian， 你们这个凤梨酥哈品牌建立之后，我知道做生意的人或者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战场。对啊，不管你背后的使命、那种心绪、那种感觉，有很多人在商场上碰到一些东西，他必须转弯，必须妥协。你怎么样在这个品牌的这个立场上面站得这么稳？你没有转弯过吗？你们？我觉得啊，我们这一家公司这个品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开始的 DNA， 就是原来开始这几个创办人的心态，到现在还是坚持的做一样产品，是为了要做得最好，这样的坚持走下去，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因为这4个创办人的那个理念的理想，其实在不管不够锋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跨国际化有什么多大的挑战，大家还是同一条心，所以这个 DNA 我觉得很重要。然后这个 DNA 就是我觉得会帮助我们，不管现在或者将来。想做新的东西，想做的新的产品，都会跟着一样的，我们设定一样的自己的路来去走。这个 Sunny Hills 微热山丘的凤梨酥，我是这样想的哈。你觉得一个品牌能够坚持，是因为它财力雄厚吗？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想了品牌，可是可能他财力比较，怎么讲不足够，他就只好转弯。然后呢，有的时候转弯转得太远了，走不回来了。他想说，我暂时转一下弯，一转弯，不知道自己来到哪里了，走不回原来的路。对，是因为你们财力雄厚吗？还是你刚才所谓的 DNA？ 那你这个 DN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在每一个人的开发点，要做生意或者要做品牌，那时候开始，就设定那个 DNA 了。如果我们只是要做一个产品出来卖，跟做一个品牌，就会目的不一样嘛。那我觉得到现在，我们 DNA 就是要设品牌。那这个设品牌的后面的支持，其实跟
还是跟那么多农民合作的一样的精神来支持我们。从开始要帮到几个邻居跟一个弟弟，到帮到那么多农民，其实这个力量是很强的。可以让大家走的路比较远，没有想到那么 short term， 就是赚一笔钱还是什么。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DNA 跟农民合作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跟农民合作的 DNA 跟这几个创办人的理想，另外一点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啊！你可以想的东西，大家都会想到的。是的，你可以做的，大家都会做到的。如果你要创造品牌，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要做一件事，要推出一个新产品，或者开一个新的店，要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开始做凤梨酥也是一样，因为开始做这个凤梨酥的形状。这个长方形的是维热山丘应该是第一家做这个长方形的，所以不像台湾凤梨酥，也不像新加坡皇帝塔。是。我们开始卖的时候，有些人都看这情况说问我是不是那个巴手吧。我说这是吃的，哪里吃的哪里会有这样的形状？是。连包装颜色纸材，对，纸材好像我们这个包装，牛皮纸的包装是。那一开始用牛皮纸包装的时候，一开始送给朋友用，又给他骂。所以你开玩笑，你要我送礼用这种纸材来送礼？我很喜欢，怎么会？哇，那跟你说的话人是谁？没有眼光。这个好特别哦。你看阳光烘热的美点，哇，那是台湾南投的阳光是吗？里面有着农民的汗水，有着他们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反正你拿到这个产品，它就是不是一个凤梨酥而已那么简单。对不对？那你可以给我们一点，就说我可以感受到你们那个力量。那你知道一个力量打出去，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反弹回来。有没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在你们从2008年到现在，有没有碰到一件你觉得很难忘的，然后你们克服了那件事情，可以拿出来分享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那时候是怎么跟农民合作。是讲得很简单哦，不过农民的社会跟我们的社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几个挑战，一个是我们采收的时候，我们第一年发现到，哇，原来凤梨，大家都知道，凤梨不是这样平平衡衡的一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成熟来采收的。哦，不是这样、它会一个 peak。OK 那你一个 peak 上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凤梨，然后我们用的凤梨都是已经 ripe 成熟的了，成熟的才可以用，所以你成熟才可以用，只有几天就用完的。所以那时候太多人送凤梨到我们门口，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到那么多，是，然后就放了一个大牌。一个大牌跟大家讲，你要卖凤梨，搬凤梨到这里，先打个电话，2天前先打个电话跟我们讲结果也是很多人来推那个凤梨过来，然后说，哎呦，我不是写的，我不要夸级，他跟我们说，我根本都认不出字，你我怎么知道你写什么？这一套不通了，放那个烟火，炊烟袅袅比较有可能。很好笑，还有那个我们就开出一个合约，跟农民合作一个合约。我们那个合约就放价钱，我们会跟他采收的价钱是比市场价高很多倍。那除了亲好朋友跟邻居以外，我们需要更多凤梨的时候，找更多农民合作。是，他们怎么都不肯相信有这样那么好的，怎么会有那么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我们还要靠原来开始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个郭班长，他就帮我们跟其他农民
劝他们，就解释给他们怎么做啊，然后保证这个价钱啊，没有什么，就是有很多这种。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你跟一个供应商拿货，跟100个甚至到现在1000个供应商真的不一样。那每一个供应商都没有跟着什么规矩，没有 ISO， 没有什么真正规的规矩来给你一些 supply 的。所以这个挑战真的蛮大，不过蛮开心的。现在已经都建立起来了，对吗？还有很多你很难想象的会发生，比如说台风来啊，然后我们凤梨采收也会影响到，所以去年其实我们有一个状况就是凤梨不够。那我们用的凤梨是台湾的土凤梨，是。那凤梨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买别的凤梨来做，不过还是坚持不要，就是 maintain 就只是用这个凤梨土凤梨，然后结果就是卖的时候限量卖，那没有办法，你季节的时候没有够凤梨卖也没有办法，就是限量卖这样子。我大概能够理解了。其实说实在的，你看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它背后有太多的故事了。也就是说，可能今年或者什么时候产量只能有多少个。它不是一个好像我说1万就是1万，很可能要根据今年的。我给你做点挑战当然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万一真的那个凤梨不够，你们会想要去找别的国家的凤梨吗？就不会坚持是台湾凤梨，还是说无论如何不管再少，即使限量到很少，你还是选择台湾凤梨？其实这个公司这个品牌开始是几个创办人要帮助台湾的农民的世界，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们虽然采过很多凤梨，不过整个台湾的凤梨production 产能我们采购也是不到5%。哇！所以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空间，还有很多农民那边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碰到。哇，天哪，这段故事实在太感人了。我在你的资料里面看到一个筹建南投村民市集无偿供村民使用对，这个故事我很感兴趣。我想休息一会儿，想听你说说，因为你知道吗？现在连喝水都要钱的，一杯白开水都要钱。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走在乡村里很热，然后乡村就有一个大瓮，里面就放着清水，然后呢就有瓢。然后你自己打开来，他只是要求你把盖子盖紧，因为下面可能还有走路过的人来喝，那个是不要钱的。连我的合作伙伴说，因为现在我们经营的方式就是每一个人来，我们就送一杯茶，一棵凤梨酥，免费的。听到没有？来，我们等一下来听听那个全球很少见的无偿供村民使用的南投的村民市集，一会儿见。所以每个客人我们就当成好像一个朋友，那每个客人来的时候就请他们喝杯茶，还有吃一块凤梨酥。这个是跟着台湾这个奉茶的文化，也是在新加坡 copy 下来的。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合作伙伴 Michael， 要这样做吗？结果他跟我讲，你知道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每次叫我泡茶放在外面，因为有些人爬山或者搭脚车就累了，口渴了，可以去拿一杯茶来喝。然后他跟我讲，那时候我们没有做生意，也可以请人家喝茶。现在做生意为什么不可以请人家喝茶？所以就照这个文化，在新加坡带出一样的文化出来。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伊娃，在我旁边是李顺安先生。我想你从刚才听我们的故事到现在我相信你会了解，不管是什么，只要他有心，
就可以感动无数的人。那么在我的资料当中显示了一样东西，2013年4月，他们开始筹建南投的村民市集，无偿供村民使用。其实在我小时候啊，看到免费不是我思考的一个范围，很多东西都可以免费的，偶尔爬个窗跳到隔壁家吃一顿饭，再爬回来，妈妈也不会要付钱给隔壁的邻居啊。现在我们要去就要想很久，人家要花多少钱买菜，对吗？啊，可是你们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村民市集这个概念？现在的进展如何了？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到三合院那边来接触这个品牌。三合院在八卦山，我们的开始的地方。OK。然后很多人，比如说一个周末，平常有15000到2万个人会来到三合院，就来去吃凤梨酥啊，看这个环境。所以有那么多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除了吃凤梨酥，然后除了看如日山丘，应该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就做这个村民市集，花了不少钱啊，建这个大的敞篷啊，来给邻居或者周边的那些做有机的那些 organic 的料来放在那边卖。是变成好像一个 farmers market。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欧洲有一些 farmers market， 是 organic farmers market 很棒，然后就觉得，有这样的市场，对1万2万个人来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兴趣。是不过这些都是农民，这些都不是大企业的老板是什么。所以建出这个帐篷的时候，花了差不多300万美金吧。不过就免费的让他们摆在那边用。他们可以在那里卖自己的 organic 的产品，对吗？对，他们卖自己的产品。然后，天哪，你们真的是不得了哎！我觉得这样的互相帮助是太棒了，因为那些拿东西去村民市集卖，他也没有什么成本，只是开车过去而已。是，他们也是很高兴。哇，你这让我想起来，有些人的品牌创意是来自于赚钱，有些人的品牌创意是要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过得更好。那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就可以走很远很远的，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是赚不完的，对不对？对。哇，那实在太棒了。其实你要赚钱，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 value， 而不是一个村民市集来去租还是什么。其实这个也基本上不是我们的生意，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生意。但是那是一个地方，对，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概念延伸的一个地方，对吗？对，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做凤梨酥，你还让其他的一些可能种植植物的或者是蔬菜农民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他们的产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我也知道，在2013年12月，日本有一个设计师，对吗？建筑大师，魏延武。对，魏延武先生。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也是凤梨酥帮你们牵在一起的吗？因为这不可能，这应该是背后也有一个故事的。对，我们开始计划日本店的时候是大概3年半了。3年半已经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从想法到计划到做出一个店，又3年半。然后进了日本市场，其实日本市场对糕饼业或者我们所说的 confectionery 的那个 market 是全世界最大的，也是最竞争的。是。所以进了这个市场，不只是一个机会让这个品牌有多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学一下。对，提炼、提升，对吗？对，所以到了日本市场，还有日本人对食品、对生活的追求，比任何人看得比较好。我到日本去，我就知道了。真的，日本人不管到哪里去，鞋底绝对不会有尘埃，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你就是看他的地面，你都可以知道，每个人在这样的细节上面都奉献了自己的心力。即使我在那个迪士尼乐园里面，Disney Sea 看到一个老人，他只是负责扫地的，
可是他每天扫完地那种表情，你会感动，对，真的会感动。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店，我们有一团人去那边去看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有几个东西真的很感动。哎，讲一下。我看到一个比较年纪大的女生，她在打扫的，在一个很有名的，我都忘记那个庙的外面那个停车场在打扫。她不是用扫把来打扫，她用手来捡一个一个，然后她不是捡垃圾啊，她是捡什么？因为它这个是停车场，不是你走的路边哦。停车场旁边那个角落，它会生出来一些小小的植物，会吃那个青苔的营养。他用手来捡出来那些小小的植物，那怎么会有这样的？那我看大概15分钟，他一个一个慢慢的这样找这些小小的植物来拔出来。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哇哦！所以我们看到去了东京，去了京都，就觉得如果进到这个市场，你没有办法说你要这里做什么生意，你只能可以跟自己说你要进那边，然后再学习一下，然后尽量的你用最诚恳的心，来去建一个生意出来。所以为什么？找那个店面在日本就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找的店面没关系，那你店面长的样子要怎么样？日本人会不会当你认真的？会不会有一些尊重？就找一个很棒的设计师，就找这个魏延如先生。然后魏延如先生是在日本很有知名度一个设计师、建筑大师。对，然后他也不缺 project， 其实他选 project 的。然后他最有名，为什么选他？他最有名就是在日本他建的房子都是用木材，然后虽然他建出来的房子很特别，是，不过他设计的概念就是要把他建出来的东西跟环境跟 nature 有关系的。而且你看他的作品，他不会建那些很大很高的塔，这不是他的。这是现在这种霸气建筑。所以我们也压抑，他怎么会答应？我觉得他们是被你们的那种整个产品的品牌概念感动的。对，我们做的沟通也是很难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影片寄给他，他看了影片之后，过了3天，他说好，我就帮你们做。那最近他被采访，他有说，媒体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微热山丘，然后他说，他原来开始做设计师的时候，他的推动力也是要帮日本的做木材 carpenter 这个企业建筑出来一个专业，是，所以他开始也是有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想法。所以为什么他是那么专业在做木材的设计啊？用木材来做材料建房子。对，所以他看到微热山丘这样的品牌的做法，他觉得跟他目前开始的时候的理想是一致的，对，志同道合。对，他就愿意帮忙，然后他又说这个愿意帮忙我们设计这个房子。哇，真的，我觉得也是很感动。真的，我说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吸引什么，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那到了日本，你一直提到学习，其实我觉得你是太谦虚了，因为我们这个，哎，对啊，谦虚啊，对，需要谦虚，对，太谦虚了。那当初你这样子，你到了日本，你觉得对于你们这个微热山丘的这个 Humble 的这个凤梨酥整个品牌来讲，在哪一方面开了窗？但是在哪一方面你们又带给日本人另外一种感受？还没有卖第一颗在日本之前，我们有做一些调查，那了解一下。然后原来日本人对
每一样东西，真的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很细致的，在原料上，他们也是很在意很讲究每一样的原料你用在哪里，所以我们发现到奶油上，其实他们也是很在意你奶油用哪一种。所以日本版我们就特别换了那个奶油，用了这个法国的 AOP 奶油。然后他们就他们比较，因为日本人好像只有在日本当地的奶油或者法国奶油，其他奶油他们不吃的。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形状上哈。你会注意到这个角正正方方那个角，然后六个面都是烤的颜色都一致的啊。其实我们为了要做这样的凤梨酥出来，投资了一种模具跟一种清洗那个模具的机器啊，花了超过20万。天哪！来做这个凤梨酥出来。哇，各位你要知道啊，你这样吃下去不要随便想呢，要想久一点好不好？6个面颜色要均匀，对吗？哇，真的是不简单呢！哇，这个20万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去日本做这么多考察，我天哪！我觉得我现在懂为什么它叫 humble 了。为什么这样子？你在凤梨酥前面，你必须要谦虚，你不会那么高傲，对吗？你要做出一个最完美，不是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最完美的东西，要完美的原则是谦虚，你才会求完美。如果你心里不谦虚的话，你是做不出一个完美的东西的。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我刚开始听还不懂，我现在越听越懂。其实你们是非常尊敬这个凤梨酥的，真的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品。要不然普通的人哪里说我愿意去投这个20万，然后又搞一个什么村民市集，然后又弄辆脚踏车，又请一个什么大师？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们现在明白为什么它叫 humble 了吗？我真的很能体会。还有我们很多客户也是一直在期待我们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出了什么新的产品，一定要跟农民那边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的话，这条路就不要走。因为能卖很多东西嘛，包子啊什么都可以卖，对吗？连纸张也可以卖，是要卖什么？那我在讲到新产品，我在这里看到一个不太像凤梨酥的哈，这也是凤梨酥吗？请问，这是一个新产品吗？是。我们用那么多凤梨，现在可以装凤梨汁了。哦，这是凤梨汁。对。哦，它也叫做微热山丘的凤梨汁是吗？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采收的凤梨都是有机方法来去种，是，因为我们的合约里面都有写，你要有机方法来去种，然后每一批进来都一定要经过检验，所以其实这种果汁那么好，就把它扔掉真的太浪费。可是我看到你们的瓶子设计跟人家不太一样哎，因为你是上窄下宽，是为了它的沉淀吗？还是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还写100%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喝茶的时候，茶面的端的面向对方，或者是都有一个研究。我相信以你们那么细致、这么重视品牌的公司，不可能随便只是因为漂亮就设计一个瓶子。对啊，因为我们是做 confectionery 糕饼，怎么会卖果汁呢？对啊，没有一个糕饼店或者烘焙店是卖果汁，只有我们卖果汁。是，所以卖果汁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那个包装要怎么做，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做果汁的，不过我们有那个凤梨汁，所以设计那个形状瓶子的时候就要比较特别嘛，让人家知道。对，怎么会这个卖凤梨酥的会卖果汁？是，所以找了一个做这个瓶子的设计师来帮我们设计这个形状出来。好，那将来就是吃这个humble 的凤梨酥，然后再喝这个凤梨汁，对吗？对。啊，2种不同的口感的享受。李先生，最后我想请问你一下哈，以你的这个经验，在品牌的这条道路上走，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年轻人也想做自己的品牌，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
最关键的一点建议。讲到微热山丘，我觉得最帮助这个品牌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你一开始的目的是在做什么，所以你背景要想到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品牌跟着农民合作，我们从这样走下去，其实这样的原因，这样的理想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只是有关到你自己的收入或者生活，还有影响到很多人，所以这样的力量是很特别。然后另外一点是要坚持跟别人不一样，是坚持到一开始，其实我们很多产品要做。那一开始做这个凤梨酥之后，发现到你从小量到做大量，其实很多因为这个是美食嘛，所以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去调，一直在 tune， 一直在观察。到现在其实我们到现在还做一个凤梨酥，不是说大家都很 relax 的做好了用做，我们还是在调那个整个 process。当然现在还在研发一些新的产品，不过要做一个产品做的你能够做的最好，这个坚持，你要有这个 stamina，来去走这条路。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微热山丘的李顺安先生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我想对于你来讲，我不知道你收获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真的发现到了谦虚的秘密啊。那么就是能够完成一个完美的产品。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摆一个这个微热山丘宴，从第1期到什么什么，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现在要赶快，因为有一些日本的观光客就来到这里，要进来采购，进入这个艺术殿堂。所以谢谢朋友们收看伊娃秀，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您是李素南的。我们是这个在 Sunny Hills 这个地方。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再见。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品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名牌的东西，究竟品牌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品牌的挪威文里面有一个烧灼的意思。为什么它叫烧灼呢？因为以前的人呢，拥有家畜啊，或者是私有财产，是一件非常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为了不被别人抢夺自己的家畜或者是私有财产，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用烙印的方式盖印章在动物的身上啊、家畜的身上啊，或者是家具的身上。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家畜或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早期的一种记录，这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方式。到后期呢，有些家庭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啦，例如说自己酿的酒啦，等等的，就慢慢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在酒啊，或者是一些自己所拥有的特别技能的产品上面，也是盖上印章，或者是打上了烙印。这就是品牌的来源，也就是什么商标。那么有了商标之后呢，就开始有了品牌感。那么提到了现代的观念，究竟什么是品牌呢？我们可以说是企业的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或者是消费者对你这个商标的感受。因此，品牌不是一个商标而已，它包含着这个成立这个企业的人他的个性，他的对人生的价值观，还有他公司的文化，以及使用者对这个商标的感受、感觉，还有这个商标能够有什么样的竞争力，总合起来就叫做品牌。
当一个品牌的感觉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了很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呢，品牌就不属于这个企业了。怎么讲呢？好像说我们现在很喜欢喝可口可乐，那有一天呢，可口可乐如果它有一个创造者或者是设计者，他想要发明一个新的口味。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可能所有的消费者都会抗议，说这不是可口可乐，我不想喝，我拒绝，因为可口可乐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这不是。那就好像有一些设计家，他虽然自己设计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呢，穿的人不认可，不觉得这是属于这个品牌的，他们也不会买单。因此呢，品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消费者的力量有时候会大过这个企业商。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的。如果有一天麦当劳说啊，我们的位子变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不让你看到我们如何去炸这个薯条，然后呢，它服务的方式、说的口号都不一样，那你就会觉得我不想再来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麦当劳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个企业如果它的品牌在这个消费者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你可能会觉得好开心啊，你终于成功了。可是有的时候呢，消费者会比你更强烈的维护品牌的感觉，而有些公司自己会把这个品牌的感觉丢掉。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你成立一间语文学校，那么你本来是说你是个语文学校，而家长的感受、消费者的感受是啊，你确实是一间语文学校，跟补习班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支持你，而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高兴，因为你的品牌已经发生效应了。虽然你可能不是全球的品牌，但是在你的消费者当中，你已经有了这个品牌的定位。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像个补习班，那么你的消费者会第一时间抛弃你，因为他心目中这个品牌不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你就丧失了你的企业竞争力。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嘛，就是品牌就是企业的竞争力了。如果你没有竞争力，或者你想走另外一条道路，很可能你要给这个品牌另外注入生命，那么这样子你就要重新来过，而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代的人，或者是接受原来印象的人，就不会再接受你的品牌。所以品牌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因此有的时候呢，消费者会第一个保护你的品牌，他不要承认你心目中所认定的那种品牌感觉。因此，有些企业呢，他们会去买一个品牌回来，然后重新的塑造那个品牌，它就需要时间，要重新的跟新的消费者建立另外一种感受，成立一个新的品牌印象。所以品牌有时候就像恋人的关系，就是我当初喜欢上你，是因为你拥有这样的感觉，我会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感觉而离开你。但是也有另外一批人，因为你有一种新的感觉而接近你。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商家，他们很努力的，不只是在设计他们的商标，而是在塑造他们的品牌。就好像我啦，Eva，对不对？那么 Eva 给你的感觉是什么？Eva 要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品牌不只是在一个企业，在个人的身上也是可以产生的。所以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要一直不断的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因为我虽然是个媒体人呢，但是我也经营了一些公司，然后呢打造过一些企业品牌，因此我很有感觉。一个人呢，包含自己在内，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感。
但是品牌呢是属于一种感受，一种竞争力。那么感受是别人对你的感觉，也包括你要给别人的感觉。所以品牌建立起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败在品牌上面。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在12星座里面，究竟有哪些星座是最在乎品牌的？也就是说，他会喜欢用有品牌的东西，他觉得有品牌的东西特别给他感觉，特别可以象征他自己。你猜猜看？因为我猜对了，第一个就是狮子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狮子座呢，很喜欢给人家感觉，他众人瞩目的焦点，很希望立刻有自己的特色。那么品牌可以很快速的帮他达成这样的愿望。那么天秤座通常都是帅哥啊、美女啊，当然他们就会很注重形象，自然就选择了这个品牌。然后天蝎座呢，很喜欢搞神秘感，所以如果你的品牌里面有代表一种神秘感，或者有特别自我的特色，天蝎座的人是喜欢的。那么处女座呢，就是处女座基本上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这个品牌有完美的象征，他一定会喜欢的。最后就是金牛座，大家都知道，金牛座的人很讲究物有所值。他跟你谈的不是什么完美形象啊，或者是他要展现个人的特色啦，或者是说他想要在别人的面前显示他与众不同，都不是。他花的每一分钱都要有价值，而品牌可以给他带来价值。所以呢，金牛座的人也是喜欢品牌的。当然，如果我没有讲到的其他星座，像我这样的射手座，可能就不是那么在乎品牌，因为我们在乎的是个人个性的一种发挥，反而觉得品牌会影响我的个性发挥。所以每一个星座对于品牌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这里呢，有一张表提到2014年奢侈品行业当中的10大品牌，或许这5个星座非常的喜欢，也知道，也想知道。第一个呢就是 LV 啊，你有没有 LV 的包包？再来呢就是爱马仕，第3名是 GUCCI， 第4名呢就是 Prada， 第5名是 Chanel， 第6名是 Rolex， 第7名是 Cartier， 就是卡地亚。第8名是轩尼诗9，那么第9名就是博伯利亚，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 Tiffany。那这里面我基本上都有用过哈，可是不是每一样我都喜欢的。我觉得啊，一个人喜欢用名牌没有什么错。但是呢，这个品牌适不适合你自己？因为所有的品牌都有它的文化，都有它的故事，都有它想要展现的一种特色。如果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再选择品牌，品牌就能够让你更加的出色。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自己，只是想要用名牌的话，有时候名牌会让你觉得，没这么好看哦，反而显示出你的缺点。好了，今天我们的品牌就谈到这里，再见。力的呼声，让你的生活更美好。